成立于1872年的黄石公园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位于美国怀俄明州北部，跨蒙大拿、爱达荷3个州。黄石公园面积达到8900平方公里，相当于1/4个台湾岛，被美国人自豪地称为地球上最独一无二的神奇乐园。这里曾发生过让人惊叹的自然传奇故事。欢迎收看本期文明观察。黄石公园建立后，内部的野生动物种群得以不断繁衍，但是当时的动物保护法案没有将猎食动物包括在内，特别是灰狼。人们提起灰狼，总是带着恐惧和仇恨的心情。狼群极具危险，时有伤人事件发生。更重要的是，灰狼伤害家畜，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到了19世纪20年代，位于北落基山脉的狼群在人类的猎枪下几乎全部消失。狼群消失，让这块区域失去了食物链最顶端的捕食者。此后，失去了天敌的野鹿开始了无忧无虑的繁衍，数量从最初的3000只达到顶峰的17000只。野鹿的大量繁殖造成了植被的退化。野鹿啃食了新鲜的野草和树叶，柳树、杨树的幼苗是麋鹿最喜欢吃的。幼苗被啃食，植被开始逐渐退化。后来，人们想再让狼群回来，不过黄石公园护林员们觉得好不容易才把灰狼杀光，他们想让猎人捕杀麋鹿来控制麋鹿的数量，以防止黄石公园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但是，这一想法经过了各方传统势力的博弈，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有效地控制野鹿的数量。1966年，美国通过《濒危物种保护法案》，灰狼被列入第一批保护名单。这时候，灰狼已被杀的只在明尼苏达州北部和密歇根州的罗亚尔岛国家公园还有残存。经过多年的研究争论，直到1995年，引进灰狼的计划才开始实施。14只从加拿大捕捉的灰狼被引进黄石公园。第2年，又向黄石公园引进了17只灰狼。这些狼群到来后，便迅速适应了这里的环境。群体捕猎的它们成了这里最顶级的猎食者。灰狼的数量快速上升，最多时达到了170只，经历了疾病与内部竞争，最终维持在100只的水平。虽说灰狼的生存必须以杀死其他动物为条件，但同时也为黄石公园带来了新的生机。狼群到来后，人们在黄石公园观察到了最经典的生态系统变化。黄石公园为人们研究物种多样性提供了绝佳的观测机会。因为公园内不允许捕狼，黄石公园的狼不避人，这给研究狼的学者提供了巨大的优势。用学者的话说，在黄石公园的1年，比他们在别处10年学到的东西都多。也是在这里，科学家们有了一个颠覆性的发现：狼群是母系社会。研究人员发现，在狼群战争中，一个决定胜败的重要因素是，狼群里有否一位智慧长者的存在。如果有一只5岁以上的狼，这甚至比这群狼的数量更重要。一般雌性头狼是狼群里最年长的一位，而这也是研究人员认定狼群是母系社会的重要原因。由于黄石公园各种野鹿的数量众多，鹿也就成了狼群最主要的猎食目标。但更加重要的是，它们改变了鹿的行为习性。鹿群开始避开那些容易被围困的地形吃草，不再放肆地去河边啃食柳树和杨树的幼苗。例如，鹿群开始避开一些峡谷地带，这让这些地方的植被开始重获生机。没有了野鹿的过度侵扰，有些地区的植物高度在6年内生长了5倍。原本光秃秃的山谷很快变成了白杨、柳树、三叶杨的森林。随后，鸟类也开始搬进了树林，鸣禽和候鸟的数量开始显著增加。让人欣喜的是，河狸开始快速恢复种群数量。在北美早期的移民过程中，
河狸因为自身的皮毛价值而被猎杀过度，到了濒临灭绝的程度。它们的食谱与鹿的食谱重叠，树叶都是它们喜爱的食物。狼来了以后，野鹿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使得河狸的食物变多了。而且河狸对树木还有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些样貌可爱的小家伙被誉为自然界的水利工程师，他们的生活充满浪漫童趣，因为他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建造堤坝。他们似乎知道水位提高可以延长水生植物的生长季节，因此有了堤坝，河流不再像以前那么湍急，这点彻底改变了河流的样貌。河狸修的堤坝长达数十米，还能挖几十厘米宽、通行无阻的小运河。河狸的劳动为其他物种的生存提供了便利。虽然河狸也喜欢吃树叶，但是它们建造的水坝让水源更加丰富，这对很多树木生长有利。特别是很多树木的地下根系很深，那里是难以吸收到水分的。河狸的水坝让树木可以获得更加充足的水分。水獭、麝鼠、鸭子都十分喜欢河狸提供的栖息地，鱼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也因此受益，种群数量也大幅度上升。而在另一端，独行的郊狼也受到了狼群的压制。狼群回来2年后，郊狼的数量很快减半。郊狼的猎物如田鼠、老鼠、兔子或其他啮齿动物数量也增加了。真可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依赖这些小动物生存的狐狸、黄鼠狼和獾的数量也多了，而他们的天敌鹰也回来了。一个狼群每2到3天就会杀死一只麋鹿，乌鸦和秃鹫也来吃狼群剩下的食物，连灰熊也能以此为食，它们的数量也开始增加。熊的数量得以恢复，部分原因也和狼有关，因为狼的到来，那些被鹿群摧毁的灌木得以再生，灌木中生长着更多野生的浆果，这些都是熊的食物来源。另外，熊也会抓捕一些鹿的幼崽，生物学家给一批刚出生的小鹿戴上无线电项圈，追踪它们的命运，结果出乎意料，夭折的小鹿只有 15% 是被灰狼捕杀的， 60% 是被灰熊捕杀的。以前黄石公园的灰熊很少捕杀麋鹿，它们最喜欢的食物是河里的切喉鳟鱼，为什么突然改变口味了呢？原来在20世纪80年代，钓鱼爱好者非法向黄石湖放生湖鳟，上演了一出入侵物种消灭本地物种的常见悲剧。被放生的湖鳟捕杀切喉鳟，并霸占了切喉鳟的生活资源，导致切喉鳟在黄石公园濒临灭绝。而湖鳟和切喉鳟不同，它们生活在深水处，灰熊捕捉不到它们，只好改去捕杀小麋鹿了。大自然告诉我们，物种间既相克又相生。而更有趣的是，狼的回归改变了河流。由于狼群使得鹿的数量减少，以及习性发生了变化，在气候变化和狼的共同作用下，植被开始茂盛起来。特别是狼群将鹿驱赶出了某些地区，鹿不再肆无忌惮地到峡谷中进食，山谷一侧的植被也得以迅速恢复，河岸的土壤被侵蚀得更少了，反过来又让岸边的植被也更加稳定了，彼此相互作用，河岸的冲刷溃败也开始减少，而减少了侵蚀的河流，意味着河岸的通道也变窄了，形成了更多的河床和池塘。对野生动物来说，这里已经是十分理想的栖息地。总之，河岸变得比以往更加坚固。狼群的回归不仅积极影响了黄石国家公园中食物链中的各种动物，还影响了这片土地上的地理环境。如今，人们可以幸运地听见狼群的鸣叫，不再是怀着恐惧和仇恨的心情。黄石公园狼的数量从少到多，
最多达到170只，然后共有10个种群稳定在100只左右。这可不是人为控制的结果，这纯粹是自然的平衡。研究表明，狼会控制自己的数量，这其实是所有没有天敌的、处于食物链最顶端动物的共性。一旦这个物种达到了环境的最大承载能力，其数量就稳定下来。大自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的智慧总是在用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向我们展示。谁又能说，我们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种群，不是在遵循着同样的规律呢？那么，在少子化的今天，鹿和狼哪一个更像是人类的镜子呢？好了，感谢收看《文明观察》，您的点赞关注是对我最大的褒奖。我们下期再见。